想象一下，你赶着去上班，快要迟到了，但昨晚忘记剃须，镜子里的你胡渣满满，怎么办？所以有没有一款轻松塞进你口袋里或者背包里，让你随时随地一剃即净的剃须刀呢？今天我挖来4款便携式剃须刀给大家测评一下，分别是飞利浦 PQ888、有色 Mini 2.0、飞科 U1、华为智选 H1，链接呢已经放在了评论区，看看哪款是真便携，出远门也不用怕，实用感还略胜一筹。今天我邀请到了办公室的几位小伙伴来沉浸式体验一下这几款剃须刀，它们的胡渣类型各异，在它们使用之后，将会从干净程度、有无痛感、舒适度、贴合度这几个角度进行打分。这也把统计的结果给大家放在这了，看看他们怎么说。对于我来说，我会更喜欢有色和飞科。为什么呢？首先，它们刮得很干净；再一个，它们的贴合度很高，在刮的时候我会感觉很舒服，完全没有刀片划过皮肤的感觉。剩下这2个，它们各有各的缺点。华为在刮完之后有出现泛红的情况，飞利浦呢，则是刮得不是很干净。首先，我们先从便捷性来讲，有色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它的重量很重。飞科以及华为这2款，它的体积更轻，更加方便携带。我们从它的实用性来讲，它们的使用时都会有一个开肩作为束缚，而飞科它是智能感应，即用即停，十分方便智能。如果让我来打分的话，我觉得飞科无论从便捷性、实用性以及舒适度来讲，都是得分最高的。我会更喜欢于飞科，飞科它的刮胡的过程会表现得更加的顺滑舒服，也非常贴合我的脸型。第二点，它的噪声是4款机器中相对来说最小的一款，能体验到它里面的马达也是中间转速最高的。第3点，飞科的颜值也是非常的耐打，有色的它金属质感虽然说非常好，但是就是我几天使用下来，它还是会有指纹还有刮痕的出现，所以飞科是今天我选出的 MVP。 所以综合下来，3人都有说飞科的体验感还不错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从硬件配置方面了。咱们先从这一块分析，首先就是外观方面，这是我的蓝牙耳机，可以看到飞利浦稍微大一些，飞科跟有色一只手就能握住，基本上可以直接放进口袋。要是你早上上班来不及剃胡须，直接揣进兜里再带去办公室就 OK 啦，携带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这4款呢都属于是旋转式，就是利用微型电机带动刀片像扇叶圆周运动般刮胡须。当然还有一种电动往复式的，刀头呢呈一字形，通过电机左右往复刮胡须。所以如果你是新手或者痘痘肌、敏感肌这类型人群，就更推荐你使用这种旋转式的电动剃须刀，对皮肤刺激小、噪音小，也更加舒适服帖。当然啊，尽管同为旋转式的，但在刀头数量上面还是有差异的。这4款呢都是双刀头，飞科还是双电机直驱设计，就不像其他款的单电机齿轮传动啊，1拖2甚至1拖3，导致动能损耗。另外，你刷购物平台可能会发现有单刀头、3刀头之分。基本上想要小巧便携一些的，日常能够随时放在口袋就能带走的话，我会更加推荐单双刀头。而单刀头的剃须效率呢又不及双刀头。综合而言，双刀头会更加适合多场景使用，像带去办公室、外出旅游等等都非常的方便，还不占空间。在刀头跟刀网方面我就简单提一嘴啊，华为智选 H1 是双环弧面刀网，飞科 U1 不仅是双环弧面刀网，它的刀头还是360度浮动冲压刀头。有色 Mini 2.0 会有一个4度的浮动行程，飞利浦 PQ888 则是3维浮动剃须刀。4款呢各有差异。对于刀片的话有金刚、不锈钢、钛合金和陶瓷4种。目前不锈钢的也是比较常见而且主流的一种。这4款呢其实都是不锈钢材质的。总的来说咱们可以优先选择跟面部贴合好的像飞科可以灵活捕捉一些死角，加上弧面双环刀网，剃须的效率呢会更高一些。当然呢，是否真的如此，咱们特意给它准备了一个模拟实验，检测一下剃净度到底是个啥水平。电动剃须刀关键就是看剃的速度以及干净程度。电动式的剃须刀夹须问题呢也是一直被诟病的。这不，我把家里的牙刷都悄咪咪给偷过来了，咱们用这4台机器逐个感受一下切割后的牙刷切面整齐度如何。可以看一下这几张图，明显可以看见飞科切面更加整齐，
也就意味着刀片切割效率就越高。那么像你使用时就不会有夹虚的情况。上面是用图直观感受，为了更加专业，于是我用测速仪来具体测一下各个品牌的电机转速，用数据来说话。实测下来，飞科的数值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4300多转，高于详情页的每分钟4000转。华为呢3600多，有色是3500多，而飞利浦是2500多。看来飞科的双直驱电机确实有点东西每个刀头都有独立的铝铁硼永磁电机，对比传统齿轮转动结构的剃须刀，动能几乎是零损耗，切割效率杠杠的。那有人可能就要说了，这终究不是人的胡须，还是有差异的为了贴近真人胡须一些，我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整来了这玩意儿，在硅胶皮上植入真人毛发，感受一下各家的剃净度。飞科有色的表现还不错，基本上剃的还是蛮干净的。华为的残留就相对比较多了。这样看来，不管是真人体验还是在模拟实验中，飞科的表现其实都是蛮不错的。双电机的技术专利，动力足，实打实的提高了剃须的效率，并且360度浮动冲压刀头跟面部的贴合度也是比较高的，那边边角角的胡须都能被剃得干干净净。另外，在一些附加体验感上面也很重要，有了就是锦上添花。首先来看看噪音的表现，我将这4款在启动之后分别拿出噪音仪去检测，看这张图就可以得知，飞科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好的，只有54分贝左右，有色跟华为分别是57和58分贝，最大的是飞利浦达到了62分贝。4款的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倒也影响不大，想要更加静音一些就选择飞科的。其次就是防水层面，一般放在浴室，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就怕它变成一次性的。这4款其实都是 IPX7级防水等级，数字越大，防水性能就越好。于是我把它们同时扔进水里，整它。泡完这4款之后都可以直接使用，未伤它毫发，还是非常防水的嘛。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防误触表现。我们将剃须刀跟猕猴桃、毛绒玩具、假发等等去触碰看看剃须刀是否会误启动。飞科是有一层保护盖，有着智能感应，需要触碰到人体的皮肤才能够开启。所以当我触碰这一些道具的时候，它都不会有任何反应。这个表现呢还是不错的。飞利浦跟有色、华为都是带有旅行锁的，飞利浦还有保护套。那3款呢都是需要手动启动的，即使面对非人体的皮肤，也会去剃掉一些绒毛，并且有色没有保护壳，还是挺容易触碰到开关的。而这个安全锁需要长按5秒才会开启，再长按2秒呢则是解锁，设计上没毛病。不过想要每次装包前都记得这事儿，可不是一件易事儿。总体体验下来，这4款便捷性剃须刀，我发现还是飞科占一点点优势不仅是剃须效率挺高的，附加体验感这一块做的其实也蛮不错的。链接呢已经放在了置顶评论区，可以点击了解详情当然了，如果你还想要了解别的型号，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是贝塔，你给产品，我来研究。